今年2月，有一位捷克富豪巴瑟开着他的超跑，在德国无限速高速公路上面飙出了比台湾高铁还快的417公里超高时速，让许多的网友啧啧称奇，却引起了部分德国人的不满。但不是说好不限速了吗？德国人为什么要不爽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德国的无限速高速公路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刚刚提到的富豪试车影片，让不少人见识到在德国高速公路上面行驶可以多么的快速又顺畅。但影片播出之后，德国交通部长却对巴瑟发出了严正警告，痛斥他没有速限不代表可以乱开车。有部分的德国民众也抗议，希望国家可以修法让高速公路全面限速。过去德国的高速公路没有速限，一直是全球高速公路界的传奇，也是非常多德国人引以为傲的制度。不过在最近10年里面，有越来越多德国人认为是时候该替高速公路设置速限了。为什么德国人对于高速公路速限的想法会出现这种变化？今天我们会从无限速的起源开始说起，再聊聊呢现在德国人对于限速的看法到底是什么。那在开始之前，按照惯例，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觉得 AI 很难懂吗？我不是在说人工智慧，而是可以让人设计出好作品的 Illustrator。很多人一开始学习都是花时间靠自己慢慢摸索，但如果是透过 Set Knowledge 知识卫星推出的线上课程 Illustrator 高效设计攻略，就能够帮你更快掌握 AI。内容有3大面向，包含掌握 AI 技法、理解排版心法以及18款实战设计训练。不只可以让你快速的上手 AI 基本工具，了解版面设计原则等等，还能够从真实情境出发，教你如何用设计表达想法、沟通。当然，如果这些你已经很熟悉，这堂课也还整合了许多设计资源跟 AI 隐藏技能，可以让你设计更有效率。那大家有兴趣的话，6月12号前结账，输入折扣码志奇设计，还能够享有500元的折扣哦！快点到资讯栏连结加入学习吧。据说德国是历史上面第一批制造出高速公路的国家。1932年，在希特勒的推动之下，德国开始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资源，架设高速公路并发展大众汽车。而且在往后几年呢，他们的成就逐渐领先全球，让汽车与道路成了德国人最自豪的工业产品之一。而1934年，纳粹政府颁布了一项关键的法案——公路交通法规，废除了全国的高速公路的速限。但是那时呢，高速公路还是非常新的交通设施，汽车也才刚刚开始发展。他们废除速限其实并不是为了改善交通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德意志的人民足够自律，不会做出危害民族与自己的行为，所以不需要限速。哇，这听起来真的非常有自信。只不过事情当然没有这么顺利。5年后，德国高速公路就因为事故率太高而重回限速政策的怀抱。直到2战过后，希特决定再次相信人们可以为自己的驾驶安全负责，才又再度解放了高速公路的速限。但是单纯的信任不足以改善高速公路的事故率。高速公路上面还是常常发生车祸，所以当时也时常有民众抗议，要求政府要把速限给加回来。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这个诉求最后并没有成功。这个原因跟德国的全德汽车俱乐部 ADAC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ADAC 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间团体，目前在德国拥有超过1000万名的会员。1950年代，这个组织和当年许多的汽车制造商们一起大力的游说政府，不应该在高速公路上面设置速限。他们表示，德国的汽车就是为了高速行驶而生，而且他们也对大众呼吁，人民应该有驾驶的自由。在他们不断的施压之下，政府于是开始思考如何在不限速的前提之下，让高速公路不要再发生那么多事故。最后，他们研拟出的一系列措施，真的让他们的高速公路能够常态性的安全行驶，甚至在全球的低事故率排名当中名列前茅。根据 BBC 2018年的报道，德国每10万人的交通事故死亡率是 6.8%， 美国是 12.9%， 中国则是 18.8%。而综合世界各国的交通死亡率呢，德国的排名通常也只落在北欧各国之后。而回头来看呢，这么低的事故死亡率，大概可以归功于德国配套法规的制定以及严格的驾驶素养培训2大部分。
首先，让我们来先看看这个配套法规的部分。就像前面德国交通部长提到的高速公路没有速限不代表可以乱开。事实上呢，德国的高速公路全线都设有时速130公里的建议上限，而且并不是所有车种、所有路段都不限速。比如说像是大卡车、巴士之类的大型车辆，一律不能开超过建议上限。此外，大约有30% 的路段因为路况危险，所以设有常态性的速限，而还有呢，大概10% 的路段呢，速限会因为天气状况随时调整。德国的法律也明定，如果驾驶在超过时速130公里的状况下面出了车祸，那么即使驾驶本身没有主观失误，也需要承担部分的责任。德国有许多保险公司也都有着类似超速就不理赔的条款。这些规定都是在提醒驾驶，政府和保险公司并不鼓励把车开得越快越好，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优先。不过，明确的交通规则要能够发挥作用，也需要人民有共识、有能力可以共同遵守。这个部分，德国则是透过他们高难度的驾照考试来严格的把关。德国的驾驶培训制度不仅重视道路驾驶的实战演练，更重视培养学生们的路权素养。不论是课程训练还是考试的过程都相当的严格。在路考之前，学生必须要全勤上满14堂，每堂1.5小时的理论课程，熟悉所有的交通号志以及一系列判断路权的规则。此外，还要累积12小时的练习时数，熟悉这个夜间驾驶、高速公路等行车情境。而路考会在一般道路与高速公路上面进行，考官呢会随机指定45分钟的行车路线，学生则必须要正确的应对所有的临场状况。评分项目包含了开车技术、安全驾驶守则以及路权的观念，只要有2次失误就会面临重考的命运。而德国的汽车驾照不止困难，也是出了名的昂贵。整套课程加考试下来呢，大概会需要花到1800欧元，换算台币大约是55000多。如果要重考，每次大约呢都还要再付台币1万元的费用，让学生们不得不严肃以对。总体而言，有了政府的原则与德国人对于如何开车的高度共识，再加上定期维护路面状况，还有定期的汽车健检、不设置收费站等措施，德国的高速公路渐渐的形塑出了一个不限速仍然相对安全的行车环境。不过，尽管德国高速公路的事故率比其他国家低，也有各种相应的配套措施，德国社会里面还是有许多不认同无限速的声音存在，而3不5时就会有人跳出来呼吁修法。简单来说，这一派的民众认为，虽然德国的高速公路车祸率跟其他国家相比起来已经算低了，但安全永远不嫌多。在不限速的状况之下，车子的速度越快，就需要越长的刹车时间和距离，也就越难够应付紧急状况。而这也是富豪巴瑟被人批评的原因。许多人担心，万一他在400多公里的时速之下遇到了意外状况，会不会无法及时反应，甚至危害到别人的安全？根据2017年德国联邦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德国高速公路上面有高达44% 的死亡车祸与42% 的重伤车祸都是因为车速过快而导致的。所以他们认为限制车速可以明显的提升高速公路的交通安全，而且这个想法早在10几年前就已经验证过。2003年，德国布兰登堡邦曾经做过实验，把某个62公里长的高速公路路段从不限速改为最高时速130公里，就有3年下来，车祸数量就下降了一半，是一个有效的措施。不过有很多德国人对于这个议题则有不一样的看法。例如前面提到的全德汽车俱乐部 ADAC 就不认同这个看法，他们认为世界上面大部分有限速的国家事故率都比德国还要高，所以速度并不是导致车祸的核心原因，驾驶有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才是关键。他们也对2017年的统计数据有不同的看法。ADAC 指出，虽然高速公路上面的死亡车祸有将近一半跟车速过快有关，但是高速公路上面的死亡车祸只占了全球所有交通死亡事件的12%，证明高速公路其实相对安全，反而是其他路段的道路安全问题比较大。而且为了安全而限速的说法，某种程度上面是在否定过去为了兼顾开快车与行车安全所做的努力。对于德国多数民众来说，这并不容易接受，也让这一派在推动修法时一直没有压倒性的优势。不过近年兴起的另外一个修法理由可就不一样了。2019年，德国绿党率先提出限速有助于环保的说法。他们认为限制车速是一个能够低成本帮助德国达到欧盟共同碳排目标的好方法。数据显示，如果将高速公路的速度上限设在时速130公里，那么德国每年呢将有机会减少200到250万吨的碳排。不过 ADAC 认为250万吨只占了小客车总排放量的2% 而已。当时的德国联邦交通部长更表示，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德国总碳排放量的
0.5% 根本微不足道。所以在2019年底，绿党提出了这个修法，在80%议员都反对的状况之下，干脆的被否决了。但是绿党的这个想法却意外的获得了德国民众认同。当年的民调显示，有2/3的民众其实愿意为了环保理念支持高速公路设置130公里左右的时速上限。去年的德国大选期间，民众重视环保的想法变得更加的明显，各党派拉拢选民的主战场之一就是气候变迁议题。而一直以来最激烈反对高速公路限速的 ADAC， 在当时的民调当中也显示，已经有50% 的会员愿意支持限速政策。大党结果最后由社民党小幅度胜出，并与绿党组成了政治联盟，而他们也在近期的议会当中再度的提出高速公路全面限速的修法提案。那么德国真的要跟无限速高速公路说再见了吗？有趣的是，目前许多汽车相关团体都一致认为，时间自然会解决高速公路的速限争议，因为未来是电动车的时代。在减碳的国际压力之下，德国大车厂们，包含像是奥迪啊、福斯，都陆续的推出了电动车款。而奥迪总裁杜斯曼更表示，在10到15年之后，奥迪将只会贩售电动车。在这样的趋势之下，碳排问题很有可能会随着电动车普及而渐渐的消失。而且，因为电动车本身的电池续航力的考量，有很高的机会，汽车驾驶会把最高时速一直控制于在低于时速130公里的状态，所以高速公路有没有最高限速，对一般大众来说，可能也就变得不太重要了。研究完这个主题之后，我们觉得最令人讶异的是，德国人民对于高速公路驾驶自由的态度，竟然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转变。过去高速公路无速限对于德国人来说是一种近乎身份认同的骄傲，甚至曾经有学者评论认为，德国的高速公路要不要限速的争议，就像是美国的永枪争议一样，是一个很难轻易挑战的价值问题。但近几年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气候变迁议题，德国人却愿意为了环保的诉求，在短短的几年内放软姿态，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常年坚持的基本价值有没有改变的可能性。不得不说，这真的是很让人佩服的决心。而另外一方面，从今天德国高速公路的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制度要能够做到没有管制，也能够维持高度秩序，真的是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才有可能达到。整个德国社会从人民观念的配合到政府制度的调整，都是缺一不可。所以今天的提问呢，有点脑洞大开的想问大家，如果未来哪天台湾要新建一条不限速的高速公路，而且也要维持很低的事故率的话，你觉得我们最必要提升的是哪一个部分呢？ A. 提升高速公路的施工与维护品质。 B. 提升台湾驾驶普遍的路权素养。 C. 训练可以开快车的驾驶技术。 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德国高速公路为什么可以不设速限。此外呢，可以你这个地方看区间测速以及电动车真的有比较环保吗？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